大家會唔會都有呢啲時候㗎？明明冇發燒就覺得全身都好沉重，明明冇肌肉酸痛，但總係冇咩動力咁。心理學家話，情緒低潮就好似心理上面嘅感冒。細個嘅時候感冒可以理所當然請假，但係大個咗之後嘅情緒感冒就成日會俾人貼上抗壓能力不足嘅標籤。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唔合格大人情緒急救箱，呢度冇特效藥，淨係得准許自己唔舒服嘅處方。睇心理書成日會睇到有個完美主義叫做健康嘅不完美主義。我哋今日其實可以淨係做60分嘅大人，剩低嘅40分留翻俾真實嘅情緒。有冇諗過，當自己同自己講我 OK 啊，冇事嘅時候，其實內心已經燒到去38度呢？或者我哋都應該要有一套生活請假系統，提醒住自己，你本來就有權利唔去堅強噶。打走大人嘅 to do， 今日淨係做一件事，好似細個嘅時候寫情緒日記，因為寫低呢件事本身就已經係一種釋放啦。仲記唔記得細細個唔開心嘅時候會做啲咩呢？練撲撲紙、亂咁畫畫，又或者係將蛋糕上面嘅糖粉舐乾淨，就已經可以開心返。但係過咗之後，好似做每樣嘢都要有目的、有原因。好似我有時開電腦，明明淨係想睇會令我大笑一場嘅節目，但係內心好似總係有個所謂嘅大人責任。結果最終個 mon 一半開住個節目，一半就開住個 Word 嚟打文案。但係喺內心感冒嘅日子，嗰啲睇落冇效率、冇目的嘅小事，反而就係最原始嘅情緒急救。以前做記者嘅時候 ，WhatsApp group 每日響100幾200次，假期都唔敢校靜音，以至到後嚟對群組呢一種聯繫方式都非常之抗拒。當我哋電話得返3-4% 電嘅時候，我哋就已經記得要幫佢叉電，但係就成日都唔記得咗自己其實都需要 offline 去補充電量。電話嘅專注模式、飛行模式呢啲設定就係我嘅心理變壓器，將隨時按 call 嘅220W 降到去啱啱好夠存活嘅5W。有陣時呢一種 setting， 就算係對最親嘅屋企人，可能都會有用。呢個 topic 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睇咗嘅呢一本書，叫做《枷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我近期讀過嘅寶藏之書。佢嘅作者譚慧雲係一位傳媒界嘅前輩啊，係一個獨立記者啦。佢嘅屋企咧，可以話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中產家庭。爸爸媽媽喺香港經濟起飛嘅年代咧，就已經投身咗做公務員呢一個鐵飯碗嘅行業啦。佢呢位作者同佢嘅哥哥啦，細個咧都係精英嘅學生嚟嘅，因為佢哋自小咧就被教導咗，你要有高學歷，有一份穩定收入嘅工作，你先至會得到大家嘅尊重。呢個所謂嘅高學歷、努力向上嘅目標，成為咗作者哥哥嘅長久以嚟嘅壓力來源。嗰份壓力係大到令到佢哥哥患上咗精神病嘅。佢哥哥患上咗精神病之後，佢嘅家庭處理嘅方法咧，就係都有帶佢睇醫生嘅。又督促佢食藥啦，但係如果當哥哥唔想食藥啦，唔想去睇醫生嘅時候，佢哋又會由得佢，甚至去到最後咧，佢哋成家移民咗加拿大之後，作者嘅父母係選擇咗用收埋哥哥呢一個做法咧，去阻止所謂嘅家醜外傳。佢哋喺加拿大1000尺大屋，但係從來都唔會有啲乜嘢嘅客人嚟，有啲熟悉啲嘅朋友啦，可能父母熟悉啲嘅朋友嚟到佢哋屋企咧，係完全唔察覺佢哥哥住喺同一間屋入邊。呢一種好驚家醜外傳嘅做法，或者係覺得精神病唔需要醫嘅做法啦，就令到作者嘅哥哥咧喺30年間都得唔到一啲好適切嘅治療。咁去到2020年啦，疫情全世界都好嚴陣以待嘅一個位置嘅時候咧，作者佢就將已經移民咗去加拿大幾十年嘅父母同埋哥哥咧，憑佢一人之力將佢帶晒翻香港。嗰陣時作者佢喺香港嗰度做嘢嘅，但係因為哥哥有精神病啦，佢30年間都冇一個好 proper 嘅治療，而令到佢
佢冇一個自理能力啊，咁但係父母咧都開始年老啦，有各種嘅病痛啦，作者就覺得再留佢哋喺加拿大咧唔得，唔可行嘅，不得已之下咧就要將佢哋3個一次過搬翻嚟香港，家庭嘅呢一個核心嘅問題去慢慢逐步解決。呢本書咧就係講緊作者呢段時間呢段期間嘅家庭故事。點解我覺得呢本書係一本寶藏？就係因為作者佢將一個好難啟齒嘅故事，將佢嘅瘡疤挖開晒，皮開肉綻咁樣挖開晒，完全係好赤裸咁樣寫咗喺呢本書入邊，令到我哋呢啲其他人可能喺自己家庭入邊會有一啲唔同嘅問題啦。就算唔係好似作者咁樣會有一個病患，但係佢入邊寫嘅嘢或多或少，我覺得都會喺尋求到一絲嘅慰藉，一點點嘅共鳴。挖開瘡疤去咁坦誠去講自己嘅家庭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喺呢個社會上面，如果你講得太多自己屋企嘅嘢，可能冇經歷過類似嘅事嘅人咧，就會覺得啊，乜你咁樣㗎，咁不孝㗎？佢哋係你屋企人嚟嘅喎，你咁樣講都得嘅咁樣，好容易會引嚟一啲可能不知情嘅人士嘅批評啦。作者佢書寫呢本書係一個好勇敢嘅舉動，入邊咧就係講到家庭劃分一個確立嘅界線係非常之重要。作者咁多年以嚟佢嘅家庭關係都係好唔平衡，入邊嗰個核心權力好唔均等啦，就係集中咗喺佢爸爸嗰度。做仔女嘅唔單止唔可以出聲，唔可以出意見啦，仲會俾人怪責翻轉頭，會令到佢哋家庭有好多即係咁多年幾十年嚟會有好多零碎碎嘅小事去累積咗喺嗰度。呢啲事令到作者佢自己都出現咗情緒問題，喺佢自己都有情緒問題、情緒病嘅時候，心理專家就係咁樣建議佢啦。如果真係唔得嘅，你可以暫時唔聽你父母電話住，你照顧咗你自己嘅心情先。呢樣嘢已經係即係你一講出嚟，其實會俾好多人鬧㗎，會覺得你咁樣做就係不孝咯。點都好啦，佢始終係你屋企人。我相信可能好多人喺好嬲屋企人嘅時候都會聽過呢句説話。作者用佢自己親身嘅經歷，佢喺有情緒病接受諮詢嘅時候聽到嘅種種建議，去話俾我哋聽，其實唔係咁嘅，即係唔係話對方係你屋企人，你就一定要忍讓到底。你身心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必須要先照顧咗自己先。因為如果你連自己嘅身心都照顧唔好咧，再去照顧其他人，其實係一個雪上加霜嘅情景嚟㗎嘛，只會令到咧嗰個家庭問題係更加嚴重嘅。有啲位咧，直頭係令我睇到眼濕濕，非常之推介呢本書。呢本書係我之前行誠品嘅時候見到嘅好書嚟嘅，好彩有拎咗佢返屋企，先發掘咗呢一本寶藏之書。某一日，個客臨時取消合作，但係神奇嘅係，當我冇再強迫自己振作，個人又真係開始自己好起嚟啦。我發現自己唔再喺度解決情緒，而係練習接住自己。或者今日嘅你係一個唔合格嘅大人，但係琴日或者聽日可能就係滿分。下次情緒感冒嘅時候，試下唔好急住要退燒，而係俾自己一杯朱古力或者任何你中意飲嘅嘢嘅時間，做自己嘅護理師啊！咁今日嘅片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嚟睇啊，都想多謝訂閱咗我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